網絡有人投稿，我媳婦是遠嫁過來的，前幾天我媽數落了她幾句，她就賭氣回了娘家。我媽說不用理她，過2天自己就回来了。一个外鄉人在這兒沒親沒故，離了咱們他不行。我當時也沒太在意，只當她是耍耍小性子，等氣消了自然會回來。她從1400多公里外的小城嫁過來，整整3年，平日裡話不多，手腳卻格外勤快，天不亮就起床煮粥做飯，把全屋衛生打掃得一塵不染，衣服洗得乾乾淨淨，家裡大小瑣事都打理得妥妥帖帖。客廳那只舊茶几永遠擦得發亮，廚房的鐵鍋每次用完都刷得像新的一樣，就連我媽隨手亂放的針線破落，她都會悄悄歸整得整整齊齊。可我媽總拿她是外地人說事，說話帶刺，買菜嫌她挑貴的，做飯嫌口味不合，就連她跟遠在老家的姐姐打視頻，都會被念浪費流量，胳膊肘往外拐。我每次都裝作沒聽見，夾在中間和稀泥，總覺得婆媳拌嘴是小事，忍一忍就過去了。媳婦從來不和我媽正面爭執，大多時候只是低下頭，指尖攥緊衣角，默默把委屈咽下去。這次吵架的起因很小，晚飯少炒了一盤我媽愛吃的鹹菜。我媽坐在飯桌前，筷子重重刻在碗沿，沿着數落了她半個鐘頭，話越說越難聽，句句都戳着她遠嫁無依無靠的軟肋。當晚，媳婦收拾了簡單的背包，買了車票，回了千里之外的娘家。頭2天家裡格外安靜，我媽照舊早晚遛彎，坐在村口和鄰居閒聊。逢人就說兒媳婦不懂事，小題大做，用不了3天就得乖乖回來。我每天下班回家，暖鍋冷灶，水池裡堆着沒洗的碗筷，陽台上的衣服沒人收納，才慢慢覺得不習慣。但我還是順住我媽的想法，覺得她孤身在外，早晚得妥協。3天5天7天，時間一天天過去，媳婦沒有主動發一條消息，打一通電話，我主動發微信，她只簡單回復幾句，語氣平淡，沒有抱怨，也沒有求和的意思。我撥語音通話，她接得很慢，背景安安靜靜，聽不出半點想家的念頭。我心裡那點篤定慢慢裂開了縫。我媽嘴上依舊強硬，可每天會不自覺望向村口的路，摘菜時頻頻走神，手指反覆摩挲着老舊的圍裙邊角。第8天下午，快遞員敲開家門，送來一個不大的紙箱。拆開的瞬間，我和我媽都定在了原地。裡面是家裡的大門鑰匙、臥室鑰匙、2人的結婚證明文。紙箱最底下壓着一張手寫的便籤，字跡工整利落，空氣瞬間凝固，所有僥倖和自負在這一刻徹底崩塌。我捏着便籤逐字看完，後背慢慢發沉。我遠嫁1460公里，3年來月薪4300，每月固定拿出3000補貼家用，包攬3餐和家務雜事，從未伸手越過你們1分額外花費。我沒親人在這邊，可我攢了2年兼職收入，在臨市租好了房子，敲定了新工作。這次不是賭氣回娘家，是不會再回來了。你媽總覺得我無路可走，其實我早就給自己留好了退路。這句話落地，客廳裡死寂一片，連窗外的風聲都聽得清清楚楚。漫長的沉默裡，我媽雙腿一軟，坐到身後的沙發上，嘴唇動了好幾下，卻發不出一點聲音。原來那些深夜裡，她躲在客廳角落玩手機的夜晚，不是消遣，是在做線上兼職。原來她次次省吃儉用，從不買新衣，不聚餐，是在悄悄存錢。原來每一次的退讓和沉默，不是懦弱，只是在安靜蓄力，等待抽身離開的那天。我一直以為她離不開這個家，殊不知是我們一家人早就習慣了她的付出，離不開她打理好的煙火日常。我慌忙拿出手機，一遍遍地撥打她的電話，聽筒裡只有冰冷的忙音。她已經把我拉黑了。聯繫她娘家，她母親語氣平和，只說孩子長大了，自己的選擇自己做主，不會強行干涉。我媽再也沒去過村口閒聊，不再隨意挑剔飯菜，做飯時常常對着空蕩的菜裡發呆。曾經日日溫熱的3餐，整潔前進的屋子再也回不去了。傍晚下班，我推開家門，屋內一片冷清，茶几落了薄灰，廚房灶台冰冷，晾衣繩上空空蕩蕩，再也沒有晾曬整齊的衣物。那串被退回的鑰匙靜靜擺在玄關的櫃子上，孤零零的，再也不會有人拿起為這個家開門。生活裡沒有多少人必須忍耐我們，真正的溫度從來不是靠血緣捆綁，而是靠互相尊重和珍惜才能留住。希望看到這故事的你我都能早一點明白，對身邊那個最不聲不響付出的人多一點體貼，多一點尊重，別等到鑰匙被退回來才後悔當初沒把他真正當家人。有些人離開了就真的不會再回來了，而我們能做的只有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學會好好愛和好好珍惜。